是一个特别容易让儿童感到恐慌的时候。一个人学会了阅读以后，其实你也挡不住他的成长。教师不是一个卖矿泉水的人，教师应该是一个纵火者。我们在农村义务教育的欠债之多远远还没有还清。一个学校能够自主招生、知识文凭，这个学校才有真正的自主权。所以现在所有的教育问题最后都归到教育之外。2011年4月，暮春时节，清华大学100年校庆开幕在即。在遥远的南方，一位78岁的老人用他脑中风后颤抖的手指，敲打出一份特殊的贺词，通过互联网寄给了他曾寄予厚望的清华大学。信中，他言辞犀利地批评清华的校庆缺乏反思精神，进而痛陈中国高等教育的种种弊端。贺词见报后，舆论为之哗然。这位不识时务的老人叫刘道玉，上世纪80年代，他曾是武汉大学的校长兼党委书记。哦，校长，刚好他门开了。您好，我看您身体真挺好。哎呦，80。我知道，今年11月您就80整了。那个时候都教育部和各大学规定，学生不准蓄长发、穿喇嘛裤、谈恋爱、跳舞。我给学生跳舞。80年代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年代，人心思改，中央主要负责人大力号召和支持改革，最明显的体现在胡耀邦同志的2句话：允许改革犯错误，不允许不改革。我在80年代所做的改革，支撑我的力量就是这2句话。上世纪80年代，武汉大学学生玉山的小说《女大学生宿舍》被搬上荧幕，影片在武大拍摄，片中那位思想开明、锐意改革的校长陆石，原型就是给个烟抽，抱歉，刚抽完。拿着，只许抽1支。怎么，这个月的钱都买烟抽了？哪儿啊？都买书了。1981年，刘道玉被教育部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。彼时10年浩劫刚刚结束，经济改革正在萌芽，高等教育统得过多，管得过死，人才培养模式单一的面貌亟待打破。而武汉大学也从解放前的全国5大名校之一，跌落至教育部直属23所高校中的第22名。刘道玉发誓10年学耻。我认为影响人才培养的是制度，制度不改，杰出的人才不可能培育出来。通过制度培育一种民主自由的校园文化，这是我们的改革的切口。那是一场影响至深的教育改革，学分制、双学位制、主副修制、插班生制、转专业制、带学金制，这些当年看来颇为超前的教育新政，如今有许多正在中国各高校推行。我允许学生不上课，或者对张三老师的课我不感兴趣，我选择李四的课；我对本系的课不感兴趣，我到别的系选课。允许提前毕业，你修满学分，那就可以提前毕业。你看那个完全打破了计划经济了。允许学生转专业，文理科互相转，学校之间转，科技大学的、清华大学的、北京大学的、上海同济大学的学生，很多几十个学生转到武大来了。我只想说一件事，由于我做校长的疏忽，个别生活困难的学生竟不得不靠礼拜天到码头上去干活来维持学习。